各位观众大家好啊！闲人老张终于休完假了，回来了。那今天做休假完成以后的第一次连线聊天，嘉宾呢还是我们频道的老的朋友了，是温哥华的针灸医师段医师。哎，段医师好啊！老张好，好久没有连线了。真的是好久没有联系了。今天我是送孩子上学，回来路上呢，说看油管，哎，发现有一个人艾特我，然后我说这谁呀？点开一看是您，我才发现您这个开了频道了是吧？啊，对，刚刚开，之前自己录了一点，积了点素材，这个剪辑对我来说太难了，这电脑不行，剪得太慢了，半天剪这么一个视频都很费劲，太吃力了。我看你的油管好像最近也转型了。啊，我是今年休假之前我弄一个自动化的节目，时政大咖2分半，就是我走之前我编了好多程序，然后让 AI 给我弄，然后又找邻居家孩子帮我看看，因为它不能完全自动嘛，还是校正一下，然后我就不管了。你还真是挺不错的，我这也是受你启发。我看你这用了这么多技术，我也试了试。要是没有这个 AI， 我这个什么封面啊这些字幕啊都不会弄。这个幸亏现在这个工具比较方便。这个现在做几期还是慢慢上手吧，慢慢多学多练，别的还不太会呢。他们说这个双声道啊，弄360度环绕立体音啊，我这个还不会弄呢，好像头一次发的这2个视频，这个音效都没弄好，好多杂音也没去掉。那您太复杂了，您可是一个够有追求的。我做了快2年了，我也没用过这些。我看您还做的视频呢更复杂，因为我是觉得。这怎么说呢？反正我是觉得我这个脸也没啥信息量，所以很多人让我露脸，说露脸能那个观众多点，我说不行，我懒得洗，所以我都是一个纯音频节目。因为说实话，油管上大量的信息都是水信息嘛，就是信息密度太低。我觉得跟您聊天信息密度比较高，尤其是咱们去年聊的一期呢，您推荐那些就是那种辅助这个身姿的这种，我觉得那都特别管用啊。像我现在这个桌子边上还放着您说那个指力板，有时候做着节目或者跟人聊着聊天，手还一张一合的，我觉得那都挺管用的。您那都是干货。不是干货，就是我自己从这上受益了，希望其他人也能从这上受益。对，就是分享。对，然后我基本上会做一些我个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我觉得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才能长期做下去。我看这个频道也是同样的想法。最主要的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好多病人重复问的一些问题，对，我就做成视频，就省得再重复的话了嘛。还有就是教病人一些这种康复运动的锻炼啊，不管是传统功法还是说现代康复的一些锻炼动作，这个大家就都能受益。然后我做一个相对标准版出来，避免口头教的时候时间不够啊，或者说漏掉一些细节。对，咱们俩原来连线的时候，您都是口头讲。当时我就说您什么时候开油管频道嘛？您开了以后有很多动作您可以直接在视频上演示，这是最好了。当时您不是一直没空吗？现在终于开了。还在摸索。今天我就开了一个30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在讲那个 Spencer 肩部序列，就是整骨疗法的一个经典的检查、评估和治疗的方法。这个也可以用自己锻炼的。这个出来以后你可以看一下，你能从中明白很多人体的原理，而且就会发现，其实它同样的原理，传统的中医也好，传统武术也好，还有一些传统的功法，它其实都是用同样的原理把这个人体达到它的这种最佳状态。对，咱们原来连那些期里面有很多都是您介绍的一些动作，我觉得正好您这回可以再重新做一遍，因为当时咱们都是语言描述跟您亲自做出来肯定是不一样啊。我做也不好看，我这不是找了几个美女医生配合当模特吗？真的？然后您还找了美女医生那太好了。你可以看看我前面几个视频，这现在发的视频里面，流量最高的就是那个张大夫的，是吗？他那个这个身材比较好嘛。我看您有一个竖版的，是那个什么？一个竖版的。对。后来我们聊天嘛，聊天这张大夫自己都说，他说：“哎呀，早知道应该这个。”打扮，换身黑丝，可能这个点击率还能更高点。可以啊，欢迎您这继续。因为我觉得油管上的东西，说实话啊，您记得我有一回跟您说过，就说您有一回说怎么那期播放量那么小啊，对吧？我当时跟您说，我说越是干货播放量越小。其实我觉得您那期是最管用的一期了。
虽然播放量不多，但我想播的那1-2千个人看，绝对都是非常有收获的。因为我的那期是收获很大，就是您介绍那几个康复材料嘛，我觉得都很管用。就是随缘吧，这个就是有缘的人就能受益，没缘的话也不要强求，不能攀缘嘛。对对对，反正油管上这种好东西都是有缘人才得得着。您刚才说那个，真是这样。你像刚才我说这个录这个斯宾塞肩部序列，我不光是中文上面找不到资料，你在油管上面你查英文的，发现他们也不是很规范的去操作，这个就是你想获得正确的这个知识或者技术，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对对，其实我觉得您在油管上做这些演示，其实不用追求量大，但是你看一个帮助一个人，这很重要，我觉得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咱们那个摄影技术确实不行，不知道拍出来效果能不能好一点。哎，可以，没问题。你像您这个要是做这种针灸动作或者什么一些推拿动作，可能得找一个人拍，至少得有一个人拿着手机给您拍，对吧？自己拍不了了。哎呀，别提了，我这一开始买了支架，买了好几个，结果发现有用坏的，然后有不合适的，这个太难了。这个慢慢摸索。您看，像我也是听老王的说买了好几个支架，最后我发现我这么懒的人根本不用支架，从来都是纯语音，支架都废了，都在那扔着呢。成，然后正好我看您是明天还是后天呀？是有一期节目是讲那个枕头高低是吧？对，明天就是拍了一个小视频，讲这个怎么调整枕头高度，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最佳的高度，让颈椎和脊柱处于一个相对水平的状态，这样你脑脊液可以流畅的更通畅。哦，正好您说到这儿，因为特别巧的是，像我是从来是没有任何病，但是呢，我正好前天吧，大前天。我突然不知道怎么着，早上起来落枕了，从来没落过枕。然后早上起来以后，就是脖子往一边转，就特别疼。而且第二天我是要跟那俩孩子带着他们户外攀岩去，跟朋友约的户外攀岩。最后我就压根爬不了，我就说我别爬了，给他们打保护吧。我在底下拉着绳子，然后就是特别挣扎着仰起头来看着他们，发现他们下来以后我又低不了头，特痛苦。然后您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我说我这脖子，因为我特时躺的时候，那脖子它就往下耷拉了，你知道吧？就枕头低，它就往下耷拉。后来我没办法，我垫了2个枕头。要不您先讲讲我这落枕是怎么回事吧？好，没问题啊。这个落枕其实是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是吗？就是落枕是一个中文的称呼嘛，其实是一类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疾病，实际上是包含非常多的情况，有轻的，有重的。轻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胸锁乳突肌的痉挛，它就是一个肌肉疲劳、肌肉长期的紧张的状态，这种其实是最轻的。你可能稍微休息一下啊，吃点消炎止疼的药，或者冰敷一下，或者是睡觉休息缓一缓，它肌肉不痉挛了就好了。简单的话可能扎个针灸，或者就是局部点一点穴，它只要把这个胸锁乳突肌的痉挛缓解，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只是说活动稍微有点受限。只是机缘性的嘛。但是严重的呢，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小关节卡住了。而且你说抬头低头受限，很有可能是第一节的颈椎，第一节颈椎它是负责低头抬头，大概45%的低头抬头都是它来完成的。然后你低头也受限，抬头也受限，就很可能是这个关节它有点卡住，有点稍微的移位了。那它怎么造成的？我不知道怎么着就落枕了。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不是在自己习惯的枕头上睡着，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就是或者和平常自己睡着的时候的姿势不一样。最常见的比如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或者是在车上，在这个飞机上，它这总之是和自己平常习惯的这个体位不一样。你的颈椎的角度和这个躯干脊柱胸椎颈椎它处于一种不太合适的角度，然后时间比较长，尤其是你能够很疲劳完全睡着之后，因为你醒着的时候或者半睡半醒浅睡的时候，你自己的肌肉会收缩，会维持这个姿势。但一旦睡着，肌肉没有控制，它会放松嘛，放松之后你的骨骼又不能维持这个平衡的话，它就会产生移位，你的肌肉撑不住了，然后关节也承受不住，它就会产生移位，移位之后你的小关节就会卡压，就会红肿，就会发炎，就会出现这种落枕的状态。我当时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是头往右边转还可以，往左边转不了，就转特别疼，特别难受。刚才您一说是冰敷，我还给热敷了一下。我老热敷以后就会容易加重的，是吗 ？OK， 大多数是这个规律。我一般是知道崴了脚以后给这个冰敷，然后我就拿按摩器按，然后呢，当天差不多好的差不多了，然后第二天晚上呢，因为后面我要去攀岩嘛，我就想我说我最好能攀岩之前能好喽，所以他不是往右边转嘛。当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呢，就尽量把这头往左边，就是等于让他难受着，但是我那么着躺着，等于把它往回掰。最后掰完了以后，那个脖子是好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腰特别疼，最后还是没攀了岩，就是可能我又你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就是想当然，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就这么处理然后它会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会造成新的代偿的问题。这个就是很多民间疗法，很多这种所谓的养生达人，他觉得我往左动不了了，我就要往右掰但是人体其实是很复杂的人体脊柱的活动，它是要符合这种费氏定律，就是它在颈椎的不同阶段，然后胸椎、腰椎的不同阶段，它的运动都是符合不同的规律的。所以不是说你往左往右，它这一定是反过来的，它有的时候是需要顺着它来，有的位置是需要让它反着来，就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先明确诊断，然后才能规范治疗的，不是说一概而论，所有的都是一个处理原则。而且最常见的就是我门诊里面很多病人急性损伤，不管是脚崴了肩膀受伤啊，手腕受伤，还是说落枕了，我颈椎或者胸椎小关节卡住了，本来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乱处理或者从网上看一些视频，他违反了一些基本的生理原则之后，反而加重了。最常见的就是你说的第一个热敷，好多人就是很迷信热敷，觉得热敷了很舒服，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造成的感觉的假象，因为你热敷之后局部血液循环增加了嘛，它会让这个局部的炎症相对稀释，所以你当时会觉得舒服，但是根本问题你的卡压没有解决的话，它这个聚集过来的血液循环它流不出去啊，所以就会变成淤血。你一旦解除热敷，时间长了以后，它这反而让这个炎症的区域面积变大，炎症更严重了。所以你像温哥华这边那个王祖贤，他开这个艾灸馆，然后我看了看他推广这个视频，在推的一些艾灸的方法，我觉得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尤其你是作为养生来说的话，不要盲目的去做这种热敷类的这种处理。我知道什么崴了脚之类的，一定得冰敷，冰敷一般问题不大，反正我先给你冻上。也不是一定要冰敷，就是要看情况。实际上，它炎症其实是人体的生理正常反应，它是一个人体修复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你如果没有炎症反应，人体的自愈能力是激发不出来的。过早的冰敷或者过早的用那种消炎止疼的药，它其实反而对最终的恢复会造成一些阻碍。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伤的情况啊，伤的严重程度啊，然后工作日常生活的需求啊，综合考虑。你比如运动员，以前任教授给这个国家队做奥运医疗支持的时候，那5分钟以后就要上场，那你只能现在就是先把他这个炎症控制住，先让他能够正常上场比赛了。不说拿不拿名次，这个就是每个人需求不一样，一定是个性化分析。冰敷热敷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各派都有支持，然后也有反对。我觉得就是要灵活，不能死板，不能教条。那您说像我那个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侧着身睡，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这脖子平时没事，但是那天脖子疼，侧着睡的时候我就觉得枕头不够高了。平时我只枕一个枕头，那天就枕了2个枕头，就垫上睡的，我觉得还可以。咱先说落枕啊，落枕就按您说的，最好不要盲目的热敷，也不要瞎掰，是吧？就不要自己想当然。瞎掰也不要去局部就是大力的去揉啊，尤其是颈椎这个地方，它很精密的地方，而且是关节，千万不要用这个筋膜枪。筋膜枪它除了按摩棒的功能、震动的功能之外，它还有这种冲击力。你如果不会用，或者是用的方向不对的话，深度不对，然后力度不对，就非常容易造成损伤。每年都有筋膜枪给我们带来的大量的患者，而且都非常的难处理。还不要用筋膜枪，不要滥用这个筋膜枪。那我后来我在按摩椅上坐了1个小时，这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是吧？太机械。
他没有避开要避开的地方，然后需要治疗的地方他可能又不够，就是很容易出现意想之外的情况。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出不来，你不想达到的结果反而出来了。像你说的颈椎和腰椎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你说的可能是很靠下的腰椎的位置，就是骶髂的这个地方。因为颈椎和骶骨它在这个整骨疗法里面它叫做兄弟椎，就是一头一尾嘛，脊柱。他们俩是互相影响的。还真是。而且不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的这个整骨疗法，它都是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的。所以你说的我脖子好像好一点了，它可能就是你的脊柱的其他地方、身体的其他地方做代偿了，所以你会觉得腰不舒服。还真是，我还琢磨，我睡了一晚上，拧着脖子睡，怎么起来腰疼？我靠，就还是喷不了烟，我靠。那您说要是像一般人遇到落枕以后怎么办？第一个就是你做的好的，就是我知道一个枕头不舒服了，我变成2个枕头，我要找舒服的姿势。这个整骨疗法里面叫琼斯技术，然后中医里面呢就是顺势而为嘛，就是你要找一个身体最舒服、最放松的状态，让它能够得到休息。休息是人体自愈力激发的一个基本条件嘛。您是说落枕以后就找到一个不那么疼的姿势，在那儿休息休息？对，大多数人都是平躺或者是侧着躺，就是你一定能找到一个舒服的放松的姿势，然后它这个肌肉也好，关节也好，它周围的这种软组织都充分放松下来之后，这个病可能自己就恢复了，你至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对，我后来就是第二天晚上我就睡觉放松睡了一晚上，而且侧着睡的时候垫了2枕头就好了，也没完全好。然后我早上起来我要打坐1个小时，就是打坐肯定是治百病了，对我来说我是差不多了，我说可以打坐了就打坐。因为你身体习惯在那种打坐的状态下能够放松，这就可以让你的体液、你的免疫系统能够更好的工作嘛，所以它就身体的自愈就恢复的就快。比如说打坐了，我甚至还见过，当时是一位福建的朋友吧，他应该是练那种神打的，就是请神上身。然后我们去练这种搏击类的练习吧，结果他一个意外，应该是颈椎和胸椎这个地方绝对是出现错位了，甚至有一点那个局部痉挛的状态，就有一点生命危险。我当时就想说赶紧给他急救一下，赶紧复个位，结果他就拦住了，他说你不用，这个我自己能处理。然后他就神打，然后请神上身嘛，然后做了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些动作，就把自己复位过来。各有各的招啊，反正就是用一个它比较放松的状态，让不管是肌肉还是骨骼都进行一段长时间的休息就好了，是吧？其实不一定很长时间，你如果是用琼斯技术的话，能够在这种舒服的姿势下保持90秒，就是1分半。你这个神经应该就能放松下来，你再去动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疼痛的程度还有活动范围都比之前要改善了。那就是立竿见影了。当然这个可能是需要有这种专业训练的人，他帮你摆这个位才行。自己摆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但是我们加大时间就行了，多休息一会儿，5分钟10分钟可能就缓过来了。明白了。然后如果找不到呢，也有一些可以借助道具，比如落枕这块我们就可以买一个颈托，或者说家里随便找一个那种旅行用的 U 型枕，你把这个颈部支撑起来。有好多这种 U 型枕它是用错了，我看好多广告现在还是这样，它把开口朝前，这个颈部就没有支撑作用了吧？实际上 U 型枕它的设计让开口朝后，这样你颈部的两侧和前面是有支撑的，它支撑起来之后，你的颈部肌肉它就是放松的状态，就不需要用力了嘛，就是一个休息。有的很多急性落枕的病人，他没办法及时治疗，就是打个电话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你找个 U 型枕正确的戴上以后，稍微戴半天，马上就恢复了，就没那么疼了，而且能动了。就是 U 型枕开口冲后，冲脖子后面。对，或者你买那种专业的颈托，这边加拿大这边药店里面应该有卖的。我家里也有颈托啊。对。明白了，我没想到要用这个，我当时觉得是小毛病，我没想到折腾我一天下来居然还疼。好多严重的落枕，这个半个月1个月都好不了，就是还越来越厉害了。后来我下午觉得好点了，我还出去跟孩子划了个船，然后我晚上就开始腰疼，我还想着这腰疼怎么回事，是不是划船划的？因为划船要用腰劲儿嘛。照您这么一说，其实是颈部的代偿的问题。那回到这个枕头的
高度，平时睡觉的话，枕头应该什么高度？说实话，对我来说不枕枕头，躺在平板上我就挺舒服的，所以我一直没弄清楚平时枕什么枕头，您能说一下吗？啊，没问题，我简单说一下。正好我们那个视频录的时候没经验，配合的不是很好，所以好多要领细节也没说到。枕头这个高度其实2个关键因素，一个是材质，一个是高度。现在大多数的商家都是主推它的材质，就是我这个材质啊多么好，透气也好啊，这个柔软也好，舒服也好。这个实际上主要是你的皮肤触感，就是你触感能够放松，躺在这上头你会觉得比较舒服，比较放松，这个是材质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高度作用，高度它主要是决定支撑，就你别管是羽毛做的，还是说荞麦皮做的，还是乳胶做的，就是你头枕上去之后，它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形变。包括就是我们古代中国就是用这种瓷枕头、石头枕头，它是纯硬的，就是材质和高度的问题。你高度合适的时候，其实材质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个高度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它就涉及到你的颈椎和胸椎，就是脊柱的状态。你像你说的，我的脊柱状态好，颈椎一直很好，所以我不枕枕头都很舒服，就是不挑枕头嘛。一块砖头，或者我不垫砖头，我就随便躺，我都能睡得很舒服。但是如果这个人颈椎状态差，他的胸椎状态也很差，就是我们说的脊柱的弹性、自我调节能力没有了，那他就可能需要一个枕头辅助支撑，能够让他处于比较放松、比较舒服的状态，他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深睡眠。不然你想，如果他处于这种颈部两边不平衡，或者说扭曲的状态，一边很紧张的状态，一边拉伸的状态，虽然习惯了，但是他睡着以后进入到潜意识，这些身体上的不适的感觉会在脑海里面，会在神经系统里面放大。他就会做各种噩梦，或者说可能会老想翻身，老翻来覆去，老睡不着。就睡得不舒服是吧？对。OK。实际上你按照正确的方法找到这个合适的高度，它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没人跟你说话的情况下，你想睁眼会觉得非常累，眼皮越来越沉，老是不自觉的想眨眼。然后一旦闭上眼睛，没人跟你说话，5分钟之内绝对会进入睡眠。这个是靠枕头的高度能调是吗？我靠！可以的，我们做过很多实验，真的。然后有这种失眠的病人在诊所，我们现场给他示范，他自己一开始都不相信，过几分钟自己就睡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闭上眼睛以后，他就再一睁眼，天就亮了，中间不会翻身，不会做梦，这是一个好的睡眠的状态的表现。也是我们希望通过枕头高度调节可以达到的效果。靠，有这事儿，我靠，这厉害了。当然要排除其他的特殊的疾病了。正常人的话，你如果找到这个高度，都是可以达到这2点的。可是我这儿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啊，我在我们家睡，就是我要睡那种最硬的那种床垫子，我们家别人都睡不了，我恨不得睡个木板都比较不错。而且呢，我一般就是不枕头也挺好，就是完全是平板。但是我只是仰着睡可以，那我侧身睡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平板可能就不够舒服了。但是我侧身可能一般垫个胳膊或者变成半趴的状态。那像您说的这个枕头的高度，它如果仰着睡这高度合适，那侧过来也合适吗？不，这个你如果习惯平躺睡的话，它是有平躺的侧的这个合适的高度，然后侧卧有侧卧的这个高度。如果是趴着睡的话，可以不需要枕头。也就是说得看你平时什么睡姿，对吧？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是侧卧为主，因为平躺的话会对脊柱的压力比较大，对骨盆的压力比较大。短时间没关系，但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就身体结构比较适合平躺。然后趴着的话呢，就是会对内脏有一些压迫嘛。然后侧卧的话相对来说对整个结构的支撑更好一点。传统道家它睡宫里面对睡姿的这种评价就是侧龙卧虎仰面狮嘛。我看道家的功夫一般都是侧卧睡，是吧？对。OK。他有特殊的需求，因为他要做这个子午周天或者是卯酉周天的话，他是不希望有这种外力能够干扰这种经络循行的路径的。
但是道家的这个侧卧，我记得都是一边整胳膊的，对吧？不是的，这个是看具体需求不同的方法。他所谓枕一个胳膊，其实是他通过这个手来调节这个枕头的高度。就是枕头不合适，我拿手给它调好了。对。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技术，就是比如调你这个肩膀倾斜的角度，然后腰椎骨盆的倾斜的角度，实际上是有点像这个 chiropractor， 就是美式整脊，它有一些动作也是通过这个来达到一个相对的它的一个脑脊液的平衡、脊髓运转的最佳状态。就是那个是细节还是挺多的，睡功比较复杂。行啊，那到时候您那期节目应该是有视频演示吧，有动作演示吧，比咱们这干说强。我觉得很简单的，它主要是讲一些测试标准，就是你怎么知道，我枕头是高了还是低了，还是比较合适。一个是看你的自己感觉颈椎两边哪一边更紧张，哪一边放松，就是你可以先把枕头调到特别高的高度，那一定是一边紧张一边松的，然后再完全不用枕头，你侧着躺的时候也会觉得一边紧张一边松，然后你记住这个感觉，然后一层一层的加，用毛巾也好，用其他的东西也好，统一的材质，你去一层一层去找到两边都不紧张了，这个就高度差不多合适。这个时候往往需要加一层或者减一层，大多数人是需要减一层，然后你再去找别人测试一下你的肩膀，就是轻轻的用一根手指或者两根手指推一下上面的肩膀，看看是往后能推动还是往前能推动，你就知道是需要再多加一层还是减一层。如果说往前推也推不动，往后推也推不动，你的骨盆也是往前推也推不动，往后推也推不动，就说明它的结构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就不需要外力，也不需要你肌肉收缩，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高度就很合适了。就是说我完全放松下来，然后侧卧，对，然后让别人推我的肩膀，看能不能推动。如果完全推不动，就非常稳，加上骨盆也非常稳，这个时候就是你放松的状态，你不需要跟他对抗，他就觉得推得很费劲儿，得使很大的劲儿才能推动，不是说我这个躺着这个人我要跟这个推的人去对抗，这种才能不被推动啊。刚才您说的，他如果要是把肩膀从我前面往后推能推动，那我是应该垫高还是应该降低啊？这个大家看视频吧，保留一点可以，我明白了。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是有一定规律的，但是大家还是以自己的感觉为主。但是很多人感觉没那么敏感，所以就还是有客观测试的指标，就是别人客观去推一下。然后就是你自己感觉就是肩膀有没有受压迫呀，有没有压力，应该是合适的高度，就是你肩膀不会有压力，不会觉得肩膀不舒服。好多肩周炎的病人，我们给他调了枕头之后，他就觉得肩膀舒服了，就不会说早晨睡了一晚上之后，早上起来肩膀是最疼的，那就肯定不是他那枕头高度不合适压在肩膀上了。明白了。这是主动测试主动就是感觉，被动的话就是别人帮你推一推，感觉一下，看看它的稳定性。其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看这个眼睛，你自己感受就是眼皮沉不沉，睁着是不是费劲，别人看着就是刚才就是这个枕头不合适的时候，瞪着个眼睛就不想闭眼，然后调到合适高度，有时候就差一层毛巾，你得发现就不断的眨眼的频率越来越快，你想让他睁开眼睛睁不开了，觉得眼皮就沉了。有这么神奇啊！我告诉我，这人体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真的是找到这个合适的高度，人体它自然的功能就出现了。是吧？哇塞，所以也是，其实我们说修炼也好，传统武术也好，真的是很精微、很精细的东西。我这第一回感觉到这个做节目纯音频不成了，跟您聊，终于觉得必须得有视频了。还真是每回聊到还真是难度太大。我明天那个视频可能也就几分钟吧，基本上就是几分钟。其实这个真传一句话嘛，对吧？就那几分钟管用。我就等您那个视频上线了，不过等我这个节目上线，估计您那视频已经上了。就是如果听到这儿，观众觉得这个不清楚的话，可以去这个段医师的主页上去看。我到时候会把段医师的这个主页呢放到咱们这个留言置顶里面，也放到那个视频说明里面，大家就可以去看段医师那边的一些演示吧。而且原来我跟段医师的很多的这个连线的节目，也请段医师把当年的这个语言描述的动作做一遍，我也跟着学一学了。慢慢安排。
然后我希望你把这个今天咱们做的这个连线录音发给我。我是发完那个视频以后有点不太满意，我本来是想自己再录一期，就是专门讲一讲这些细节的。然后有这个咱们这个连线，我就直接放上去了。大家看视频看不懂，再听听我们这个连线，对，应该就是没问题了。我就尽快剪，这个不着急，大家要有一个反应时间。对，哎，这枕头这块差不多明白了。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说我忘了是在练什么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就躺在地毯上，就完全平躺是我最舒服的状态，仰面平躺不枕枕头。按您的理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这种情况？就很多种情况，都可能。就是一个方面就是可能你的脊柱有点疲劳了，然后你平躺的时候，因为它有地板一个硬的支撑嘛，所以它脊柱不平或者扭曲或者旋转的地方，它会受到更大的压力，等于是让你的感觉相对更放松，把这个压力减轻一点吧。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练的可能是偏脏腑的一些东西，所谓的脏腑的一些精气会变得就是说阴阳会有点不太平衡，所以你平躺的时候，会比较放松。我在病人里面，他们有练一些功法，就是会这样出现一些阴虚、阳亢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只能平躺。他平躺的时候，他这个阴阳才能相对平衡。如果是侧着躺着或者其他姿势的话，他身体朝着空中这一面，就是说不挨着床面这一面的话，就是会不断的出汗发热，他会非常难受。人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一个本能嘛，就是你想躺着，就往往说明可能是有一些不平衡的问题造成的。OK， 好像您说的差不多，可能我那是辟谷到了第10几天以后，我就特别想平躺在地上，可能跟您这说的有关系。是这个居蛋法师他写过一篇文章嘛，就是论述这个阴平阳秘，就是他设计一个功法，然后怎么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然后你如果没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的话，阴阳不平衡，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吧。行，那咱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太高兴了，段医师终于这个开了自己的频道，因为我原来特别喜欢看的一个频道，包括我儿子也看，就是那个Dr. Berg 叫什么伯格医生，好像还有中文版，好像那个浏览量巨大。油管上面说正经东西的挺少的，那是一个少有的我感兴趣的频道，而且我觉得说的还比较好。他从西医方面说的，这终于咱们有一个中医的段医师出来了。医生我看他好多内容也是从传统医学，然后自然疗法，包括一些中医的内容，还有养生功法的上面，这个摘了很多内容。我看他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这些东西。对，这个 Dr. Berg 我是看他那个什么生酮啊，什么轻断食啊，因为我练过，我知道我的体感是什么，我就想看看他从西医上给一些解释。后来我发现那个频道好像都是几百万的订阅，我觉得您这个有潜力，挺厉害的。您这个有潜力啊！时代不同了，我这估计到不了那种高度，就是满足我设计的就是能这个让更多人受益就可以了。太多的缘分可能也很难追求，能帮一个是一个吧，对吧？这个，哎呀，感谢你帮我宣传。行，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我这个尽快剪，争取跟您那个视频同步上线，或者比您那个晚1-2天。您是明天就上了？不着急，不着急。明天上午11点温哥华时间发布。那着急，我这自己都一大堆还没剪出来的。那来不及，反正我可能比您晚个1-2天，好吧？这就是我这个回归以后，咱也做点正事儿，向我们的所有的咱们频道的观众，隆重推荐段医师的频道，油管频道叫做拿姓小中医，是吧？对。然后呢？谢谢推荐。对，然后我待会儿我也会把我跟段医师原来做的一些访谈，我做成一个播放列表，也推荐大家去多听一下段医师前面有几集我们俩聊的一些东西，非常有价值，我个人受益匪浅。所以终于段医师开油管频道了，也希望段医师这油管这个迅速涨粉啊！谢谢，我慢慢做。对，行，那谢谢段医师百忙之中又来连线。感谢老张，以后有机会我们多连线。好嘞，好，那今天咱们先到这儿，段医师，拜拜。好，拜拜。